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：心情一直很好的女人，原来是做好了这6点，让人羡慕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好多女人每天忙着上班，忙着家事，忙着照顾家人，感觉每天都忙个不停。她们常挂在嘴边的就是生活好累，哪天有空闲了，我一定要。她们有好多想要享受生活的小愿望，像是要去远途旅行一次，或是去好好做个美容，再或是跟好朋友们一起待几天。可是这些愿望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无法实现。疲累的身心已经回不去从前，生活中诱惑无处不在，因此产生的欲望也无尽无休。就算成功了，回头看看来时的路，才会发觉沿途风景，那些作为人生真意与意义的过程，都被我们本末倒置地忽略了。生活本来就是个过程，它的美好就在这个过程之中，就在这些平平淡淡的日子里。只要有心，就会发现生活之美无处不在。清晨有着朝阳的灿烂，黄昏有着落日的宁静，春天有生机，夏天有妩媚，秋天有情调，冬天有含蓄，四季更迭，风景变幻。这些美景不值得我们放慢脚步，好好欣赏一番吗？人生很短暂，我们只有全心全意享受每一天，才不会有青春易逝的惋叹。因为虽然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，但可以拓宽生命的宽度。好好享受生活中的每一天吧，你会发现生命因此变得充实丰富，充满乐趣。把心深深地根植在童趣的沃土里。快乐的女人，就是在历经生活种种磨难后，仍保有那份纯真的童心。她们是真正意义上的贵族，深知童心是灵感的泉源。她们是你遇见过最幸福、最有活力的女人。她们比常人更懂得如何让内心的小孩出来玩耍。早晨醒来，能够无拘无束地傻笑，彷佛回到那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光，能彻底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，就像小时候常走神那般。他们明白，真正的生活并非只是忙于工作和奔波，他们对生存抱持着孩子般的天真与好奇。你或许会问，我也想回到童年那无忧无虑的日子，但我有需要照料的长辈，有待补养的孩子，有经济上的烦恼，还有其他种种要考量的事。生活的重担让我喘不过气，哪还有心思早晨起来就轻松地沉浸于欢笑和幻想呢？事实上，你主动选择回归孩童般的状态，像孩子一样大笑，像孩子一样热爱幻想，并不代表你要放弃当一个成年人。这只是让你更加自在，让你卸下成人的面具，记起最初那双好奇的眼睛，并由衷地赞叹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一切人和事。尽情享受当孩子的乐趣吧，孩子气就像炎夏中的清凉饮品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有个名叫小韩的女子，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师，工作时十分干练。她那充满幻想的创意也让老板十分赏识，但她认为这都得归功于自己的童心。确实，每个出进她房间的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惊讶，以为走错了地方，以为进入了小孩的卧室。房间不大，没有床，地板上垫着一整张软软的海绵垫子，小韩和她丈夫就以地为床。垫子是海洋蓝的底色，上面的鱼、蟹、海星栩栩如生。每天早上醒来，一定又幻想着来一场海洋旅行了。中国儿童作家秦文君的作品《男生贾梨，女生贾梅》能发行100多万册，就在于他脸上常有孩子般的快乐。他爱孩子，孩子爱他，他是一个真正的大孩子，这也是他作品魅力长存的缘故。身为一个女人，无论碰到多难的关卡，每天早上醒来，你都该让自己畅快大笑，让自己沉浸在有趣的幻想中，
并享受这些对心灵有益的时光。你可以试试列出20件长久以来心心念念的事，无论是跑马拉松、上电视，或是出国旅游。接着，把那些短时间内达不到的梦想划掉，这样你至少会找到一个今天就能达成的目标，然后立刻去实现它。接着再来规划第2件最可行的梦想。久而久之，你会发觉，许多当初觉得幼稚可笑的梦想，其实都能一一达成，而且它们多半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成就。童心就像是制造快乐的工厂，童心不老的奥秘就在于拥有一片充满童趣的沃土。凡是充满生命力的东西，都是童心在驾驭着。维持一颗纯真而快乐的童心，是自我心理的渴求，更是调节心理的一帖良药。西方有句俗语这么说，人类最美好的质量都在孩子们身上。在这个繁忙又复杂的社会生活中，在工作责任的重压之下，重拾那份久违的童心，你会觉得它是多么珍贵。童心是天生自然的，是无需装饰的美丽。一个童心就是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。只有长大成人后仍能保有童心的女子，才是真正自信、真正美丽的女子。维持童心是一门艺术，是人生的艺术，也是最难练就的一门艺术。泰戈尔有过这么一句名言：伟大的人物永远是孩子，他们死了，却把天真留给这个世界。童心不能失去，这是成为一个健康、快乐、自信的女子的必要条件。拥有童心的女子，会比其他女子享受到更多的疼爱、更多的快乐，以及更多青春飞扬的自信。2. 每天都怀揣梦想，甜美入梦。当你一天之后洗完澡，安安静静、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时，你通常在想些什么？是在为今天犯的错误后悔吗？是在为明天的辛劳发愁吗？想到这些时，你是否会翻来覆去，难以入眠？别再这样傻了，别再为难自己了。快乐的女人从来不会有空去想这些。她们在做什么呢？她们在描绘着璀璨的未来，在想着有一天梦想成真会是多么动人的场景。正因为怀抱这样的梦想，她们才能每天都像只快乐的小猪一样甜美入睡。北大女孩的美丽人生，首先源自一个梦想，一个对北大的梦想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北大女孩小小这样描述她曾对北大的憧憬：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北大就是我心中的一个圣地。那里有美丽的未名湖、博雅塔，学识渊博的老教授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漫步，浓浓的书香飘散在整个校园。但是儿时的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属于那里，只是趴在地上仰望它，觉得它是那么的神圣而遥不可及。初中毕业之后，我到北京旅游，第一次走进了北大，便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。我渴望走进那藏书丰富的图书馆，去聆听博学多才的教授的教诲，渴望沉浸在这里浓浓的文化气息和自由民主的氛围里，让北大的气质深入我的灵魂。于是，我对自己说，我一定要到这里来，我要让我的灵魂在这里接受一次洗礼。拥有梦想是一件幸福的事，每天晚上睡觉前脑中就会都有自己在北大读书的情景，心中充满了快乐。北大女孩们呢，当初宣言要考北大时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高不可攀的目标，因为她所在的学校已经2-3年没有考上北大的了。高3的那段日子，每天晚上躺在床上，她无数次地问自己，我能成功吗？他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的毅力和智慧，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进。终于有一天，他满怀自豪地坐在了北大的教室里，因为心中怀揣着梦想。当胜利来临，你不会在周遭的赞美声中失去方向，你不会仅仅满足于这小小的成就，因为你知道，这仅仅是旅途中的一部分，梦想还在前方等待。
我必须持续前进。是的，没有飞翔的渴望，心灵便始终无法高飞。只有跨越过往的界限，才能在苍穹中自由翱翔，寻觅到心灵的家园。孙燕姿在《逃亡》中唱道：我站在接近天际的高处，张开双臂，释放所有，用月光取暖，给予自己力量，才发现梦想的答案始终握在自己手中，只有自己能让自己闪耀。阿基米德曾言：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将移动地球。给自己一个信念，朝着目标前进，你定能达到梦寐以求的彼岸。3.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儿。微笑就像世界上最美的花朵，要是哪个女生常常把这朵花送给别人，那她肯定就变成一个人人爱的天使了。女生的微笑最能打动人心，就像世界名模辛迪·克劳馥说的，女生出门忘了化妆，最好的补救就是展现你的微笑。达芬奇的名画《蒙娜丽莎》里，那神秘又安详的微笑专属于女生，那永恒的微笑几个世纪来迷倒了全世界的人。Twins 姐妹之所以能一直得到歌迷的喜爱，就是因为她们时刻都带着发自内心的甜美微笑，这样的微笑让她们赢得了无数歌迷的心，也为她们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和财富。凤凰卫视的主持人吴晓莉有一张会笑的嘴，嘴角总是微微上翘。她说：我希望我的生活是不断快乐的积累。每天对所有人开心微笑的女生最聪明，每天对所有人甜美微笑的女生最美丽。微笑，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表情，对女生来说却是最美的语言，它能传达的讯息无比丰富。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故事，有家连锁花店想聘请一位繡花小姐，广告贴出去后，来应聘的有好几十个。老板仔细筛选后，选了3个女孩，让她们每人经营花店1个礼拜，再选一个。这3个女孩都长得很漂亮，很适合卖花，一个有繡花经验，一个是花艺学校的应届毕业生，最后一个是待业女青年。有繡花经验的女孩一听要实战考验，心里暗喜，这工作对她来说太容易了。只要有客人进来，她就不停地介绍各种花的花语和该送什么样的花给什么样的人，几乎每个进店的客人都能被她说动，买走1束或1篮花。1个礼拜下来，她的业绩很不错。轮到花艺女生时，她运用自己学的专业知识，从插花的艺术到成本都仔细琢磨。她的专业知识和聪明为她1个礼拜的鲜花经营带来了好业绩。待业女青年经营花店时，开始有点手足无措，但她站在花丛中的笑脸就像一朵花，从内到外都表现出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。她舍不得扔掉残花，总是修剪后免费送给路过的小学生，每个买花的客人都能得到她一句带着微笑的祝福：鲜花送人，手有余香。客人听了都会开心地回应她一笑，然后快乐地离开。虽然她努力了1个礼拜，业绩还是比不上前2个女孩，但让人意外的是，老板最后竟然选了那个待业女青年。大家不解为什么老板要放弃业绩好的女孩，偏偏选业绩差的。老板有他的道理，他说，用鲜花赚再多的钱也是有限的，用如花的心情、如花的微笑去赚钱才是无限的。花艺可以慢慢学，经验可以积累，但如花的心情不是学来的，因为这里面包含一个人的气质、品德和自信。一笑夺人诚，再笑夺人国。女生的笑容往往有很大的力量，一个真正懂得笑的女生，总能轻松穿过人生的风雨，迎来绚灿的彩虹。4. 加少一点欲望，就会多一些快乐。史密斯太太走进心理医生的诊所，一开口就滔滔不绝，讲自己多么不幸，老公走了，小孩不回家陪她，炒股票还赔了大钱，那你能讲讲你老公为啥离开你吗？
我们也没吵架呀，我只是说邻居詹姆斯好厉害，又开了家快餐店，生意红火得很。再看看我老公，哎，简直就是个笨蛋，连个蛋糕店都经营不好，还赔钱。小孩呢？他们呢，让我好失望，考试不是 C 就是 D， 每次家长会都让我丢脸。那你为啥要炒股票？心理医生接着问。我的朋友珍妮炒股票赚了好大一笔，她那部林肯轿车就是炒股赚来的。她行，为啥我不行？这女人真是可怜，被不理智的欲望折磨得不成样子了。当然了，哪个女人没有点欲望呢？都想要过上好日子，衣食无忧，这很正常。可是，如果把这种欲望变成痛苦的渴求，变成无法满足的贪婪，那就成了欲望的奴隶了。在欲望的驾驭下，女人为了权力、地位、虚荣的面子，拼命往里钻。她常觉得自己好累，可还是觉得不满足，因为在她看来，很多人比自己还富有，很多人的权力比自己大，很多人的化妆品比自己好。所以她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，无奈地透支着体力、精力与生命。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她不自信，因为不自信，所以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，看到别人有什么自己没有，就想去获得，最后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，甚至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。静下来想想，女人的生命到底有多长？能在这追逐中坚持多久？要让自己疲惫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？想一想，到底有什么目标非要实现不可？又有什么东西值得用宝贵的时间和生命去一直追逐？如果女人放下了过多的物欲，放下了满心的虚荣，会不会过得更幸福呢？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曾对物欲太盛的人做出过很贴切的评价。他说，10岁时被点心俘虏，20岁被恋人俘虏，30岁被快乐俘虏，40岁被野心俘虏，50岁被贪婪俘虏。人到什么时候才能只追求睿智呢？确实，人心不能清净，是因为欲望太多，欲望的沟壑永远填不满，人心永不知足。没有家产想家产，有了家产想当官，当了小官想大官，当了大官想成仙，精神上永无宁静，永无快乐。作家托尔斯泰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个人想得到一块土地，地主就对他说，清早你从这里往外跑，跑一段就插个旗杆，只要在太阳落山前赶回来，插上旗杆的地都归你。那人就拼命地跑，太阳偏西了还不知足。太阳落山前他是跑回来了，可人已经累得不行，摔个跟头就再也起来了。于是有人挖了个坑，就地埋了他。牧师在给这个人做祈祷的时候说，一个人要多少土地呢？就这么大。人生的许多沮丧都是因为得不到想要的东西。其实我们辛辛苦苦的奔波劳碌，最终的结局不都是只剩下埋葬我们身体的那点土地吗？伊索说得好，许多人想得到更多的东西，却把现在所拥有的也失去了。这就是对得不偿失最好的诠释。人生好像一条河，有源头，有流程，有终点。不管生命的河流有多长，最终都要到达终点，流入海洋，人生终有尽头。活着的时候，少一点欲望，多一点快乐，有啥不好？俗话说，人比人气死人。女人往往容易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地方。每天给自己10分钟来品味生活。女人们总像在和快节奏的生活步调搏击，特别容易受情绪、烦恼、压抑和失落的牵绊。很少有人会每天留给自己片刻的时间，来静静思考这忙碌紧张的意义。是我们已经习惯这样烦恼的生活，还是你已经对这个快餐时代感到麻木？有个在农场工作的农夫，有天打扫完马厩后，赫然发现老婆送的怀表不见了。
因为这只怀表对他来说十分珍贵，他马上跑回马厩寻找，几乎把马厩整个翻遍了，还是找不到。于是他沮丧地走出了马厩。这时他看见外面有一群小孩在玩耍，便对他们说，如果谁能在马厩找出他遗失的怀表，就能得到5毛钱。小孩们一听，马上跑进马厩寻找怀表。过了一会儿，当小孩们走出马厩时，都说没找到。农夫更加沮丧失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响起，我可以再进去找一次吗？一个小孩对他说。农夫觉得大家几乎把马厩翻遍了都找不到，怎么可能凭你一个人就找得到？但因为没有什么利害关系，农夫还是答应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当小孩走出马厩时，手里拿的正是农夫遗失的怀表。农夫惊讶地问他是怎么办到的。小孩回答，我进去后什么都不做，就只是静静地坐在地上，慢慢的我听到了滴答滴答的声音，于是循着声音我找到了怀表。当你觉得生活陷入苍白与麻木时，请给自己留点时间去品味生活，从纷乱的世界中退出来，找一个清静的地方，在安宁沉寂中寻找造物主的声音。只有在这个安宁的地方，我们的心才会更加清醒，充满信心，去迎接人生必须经历的各种挑战。也只有从静中，我们才会真正领悟什么是人生最宝贵的。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南辕北辙的故事，那位不赶时间的旅人一直走着与目的地背道而驰的路，他每走一步便与目的地远了一步。虽然他的马跑得再快，盘缠再多，决心和毅力再可嘉，他还是无法到达楚国。更可惜的是，他的马愈快，钱愈多，自信心愈大，他与目标就愈远。每天留出10分钟安静独处，不要太多，只要10分钟就好。但这10分钟对整个人生来说却无比珍贵。每天10分钟可以让你看清自己，明白自己脚下的路，让目标与人生事业的价值观相互符合，这样才不会瞎忙，才不会白费气力。每天抽出10分钟时间安静独处，在这段固定的时间里，不要被其他事情耽误。按照下面的方法去做，相信你很快就能很好地控制自己，可以轻松地面对生活。找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，让自己不受电话、家人的打搅而独处。不妨放些音乐，借此增加效果，牵动你的情绪。如果选择音乐的话，最好先选让你放松的，然后选能激励灵感、信心、活力和希望的音乐。你可以选择走动，也可以静静地坐着。静坐后，你可以把意识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，如果正在步行，就专注于步行，也可专注于未来，让行为与意识融为一体，达到特有的内在安宁和平静。练习久了，就可以在2-3分钟之内进入平静状态。达到心灵平静之后，问问自己，为啥今天非得要拼一把？今天有什么事情跟我的目标原则有关？万一偷懒了，会有啥后果？为什么今天要更严格管控情绪，要勇敢面对自己的短板？这样做是要帮你找到那股强烈的内在动力，让自己充满活力，充满热忱。唯有独处时，大脑才最清醒，才能做出更对的选择。在这纷繁复杂的红尘俗世，有自信的女人每天抽个10分钟独处，当真是一种难得的享乐。挡掉外面的诱惑，一个人悠游在自己打造的孤独氛围中，泡上一杯好茶，放上一曲音乐，让累了的身心在这份静谧的孤独中好好放个小假。要不就拿本书看看，要不就看个远景，亦或啥也不做，就这么静静地想，让心思在孤独中飘得好远好远。6. 往事难追，痛苦无益。人生匆匆，花开一季，我们都盼此生无憾，所做的每件事都能如愿以偿。但这不过是梦幻泡影。
英子，一个纯真保守的女孩，一次郊游时，因一时情绪泄洪，未能把持，与热恋的男友有了亲密关系。若他们最终能结为连理，倒也好说，可惜因种种缘故，他们并未步入婚姻殿堂。英子对当初的行为悔恨交加，懊恼自己意志薄弱，更痛恨那次让她觉得羞耻的交友。她对失身之事无法释怀，总是无法走出内心的阴霾，致使后来的婚姻生活十分坎坷。她无法原谅自己，亦无法接受他人，以至于40岁时仍在婚姻门外徘徊。令人后悔的是，生活中时有发生。人生匆匆，花开一季，咱们都盼此生无憾，所做的每件事都能如愿以偿，但这不过是梦幻泡影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走过弯路，做过错事，后悔亦属正常，这是自省的前奏。正因有了这种积极的后悔，咱们才能在未来的人生路上走得更稳当。但若你一味沉溺于后悔，羞愧难当，一蹶不振，或自觉卑微，自暴自弃，那便是愚行。古希腊诗人荷马曾言，过去的已成过去，无法挽回。确实，昨日的阳光再美，亦无法移到今日的画册。我们为何不珍惜当下，好好把握现在呢？为何要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对过去的悔恨之中？人生最不幸的事，莫过于背着心灵的包袱前行。而女人似乎天生心胸狭窄，许多女人遇事总是想不开。当有人劝她们想开些时，她们总是一本正经地对劝说者说，宽恕他人是美德，宽恕自己无异于自杀。其实，当她们在惩罚自己时，亲人们亦在承受心灵煎熬。谁会希望失去一个的同时，又失去另一个呢？很久以前，一个学生好奇地问苏格拉底，请问，为何我从未见您皱眉？您的心情总是这么好。苏格拉底回答，因为我没有那种失去便觉遗憾的东西。我们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，又赤裸裸地离开，在时间长河里，不过匆匆过客。人不能永恒，终将抛下一切，重要的是如何让短暂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。若能坦然面对失去，人生便会更轻快愉悦。不就是一个女人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失恋的男人总这样安慰自己，不久，下一个他便走入他的世界。他是我的唯一，失去他，我不敢想象。越是这么想的女人，越容易失去心爱的人。患得患失会让她在拥有时无法享受爱情的美好，整日忧虑；失去时又总是怨天尤人，不思反省。我们必须学会放下过去的悲伤，学会不为打翻的牛奶哭泣，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